一开始是王林为蝼蚁的霸气大长老，到最后散尽家财只求骨灰还乡的落魄老头。孙泰这跨越100年的惊天反转，到底扯下了多少成年人死撑的遮羞布？是你，灯鸟，真的是你！谁能想到，这个在宝和楼里苟延残喘，靠给人当客卿混饭吃的落魄老头，居然是当年在朱雀星叱咤风云，置王林为蝼蚁的狮阴宗大长老孙泰。道友，区区应变初期，还是被强行提升上来的，没资格与老夫说话。王林出入罗天星域，化名许木，在名为冉云星的宝和楼拍卖会上，他看到了孙泰，昔日的朱雀星霸主，如今不仅修为跌落到化神期，身上透着死气，寿元更只剩短短20年，沦为了冉家一个苟延残喘的客卿。按理说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可面对王林，孙泰居然没有爆发出半点恨意。为什么？我觉得因为恨也是有门槛的。当初他被传送到混乱血腥的东林星，给人当了整整100年的杂役，就是这100年奴役把他的奥布彻底碾碎了。当两个人的实力成了降维打击，所有的仇恨都会自动转化为敬畏和无力，这其实就是一种自我身份的死亡与重塑。刚毕业时谁不是心高气傲，几年房贷车贷背下来，生活狠狠折磨后，只要能安稳活着，面子和尊严早就不重要了。临走前，孙泰干了一件让人头皮发麻的事，他把自己用来恢复修为的仙玉以及毕生炼丹炼气的心得全打包送给了王林。这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他的动机非常纯粹，就是向命运妥协。这个储物袋代表着他心里最后一丝重回巅峰的幻想。交出去那一刻，他是在对自己宣布，我不卷了，我认命了，敢承认自己的平庸，敢亲手斩断执念，这是一种极其悲壮的勇敢。他曾帮王林对付过巨魔族，本性不坏，如今这一放手也算是迎来了真正的解脱。孙泰最后只求了王林一件事：20年后把我的骨灰带回暗月星天山下的一个小村庄。修真界再宏大，星域再辽阔，临死前渴求的不过是童年记忆里的避风港。更让人破防的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陪伴送终的居然是王林的儿子。王林儿子一直把他当亲爷爷对待。这场奇妙的因果闭环不仅填补了孙泰最后岁月的温情，也让王林瞬间顿悟了有生必有死，有因必有果的轮回之道。这段剧情没有炫酷的斗法，却把王林看悟了，也把咱们观众看破防了。年轻时看仙逆，我们带入的都是王林，喊着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要在钢铁森林里杀出一条血路。可等到在生活里撞得头破血流，才愕然惊觉，绝大多数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中活成了孙泰。老奴孙泰拜见主人。1000年奴役，才多少年就捅了这么大的娄子，老子这次非要把你彻底封印不可，省得再被你连累。年少不懂孙长老，读懂已是剧中人。孙泰最了不起的地方是接纳了这个满身伤痕、平庸至极的自己，让生活低头并不可耻，跟平凡的自己和解，更是一种认清真相后的英雄主义。只要心里还有那个天山下的村庄可以回，这辈子就算不上彻底失败。